当你点开这个视频，说明你一定考虑过这个问题，那就是这个 Pocket 4P 到底比 Pocket 4要 Pro 多少，才能让你放弃2990元的它，加这么多钱去选择这个双头版，真的有点奇怪。那我猜你选它的原因是为了画质，尤其它多了这颗等效60毫米的长焦，能够快速从主摄放大3倍。那我先说，这个 Pocket 4P 的画质比我们想的要好一些。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在画质这边。一开始我们以为它的长焦和主摄至少有一个传感器和 Pocket 4是一样的，可是我们测出来，大疆居然选择给 Pocket 4P 用了2块完全不一样的传感器。为什么作为供应链管理大师的大疆会这么做呢？这次不妨我们先改节目的框架，我们先来看样片，然后再来聊硬件。因为 Pocket 4P 别的不说，它的高光和暗部保留能力堪称离谱。Pocket 4P 的外观其实都在我们预期之内，对吧？它就是一个双头的形态，然后和无人机非常像，它滤镜更换方式也和大疆的 Air 3S 非常之像。那原厂现在还有这个 0.75 倍的增广镜，能够把它的视角扩展到15毫米，还有 Pocket 4上这个补光灯，你也可以装在这个 Pocket 4P 上面。这些都在我们预期之内。那什么不在我们预期之内呢？就是大疆这次居然给了一个白色版本的机身，你可以看一下，你会更喜欢黑色还是白色？那重量的话，现在 Pocket 4P 单机身在230克左右，大概比 Pocket 4重了一个 AirPods， 所以实际体感上重量的变化不算特别明显，反倒是它现在脑袋和身体的重量变得更平均了，拿在手里面会觉得重心会稳一点。那与此同时，它云台的力臂也做得更长了，所以电机扭力呢也调得比 Pocket 4要大一些，所以稳定效果你看一下，应该是不用担心的。那除此之外，它脖子以下的部分和 Pocket 4都是完全一样的，不是完全不一样，是完全一样。除了内置存储，它居然还倒反天罡少了一些。Pocket 4是107GB，而 4P 只有103GB。那竖屏的录制规格呢，也和 Pocket 4一致，都是 3K 60帧，没有更高的选项。这个也算是我的一个抱怨吧。不过你买它的重点呢，应该还是在这颗长焦上面。你看一下，有长焦和数码放大，这个 Pocket 4和 4P 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。这次大疆给它配备了一块全新3700万像素1.28%英寸的传感器，搭配了等效60毫米 f1.8 的镜头。60毫米这个焦距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用啊。比如说你想稍微远一点去拍的话，它的视角你会觉得有点太广了，不够特写，空间压缩感没有手机那么强，所以主体就不会那么突出。假如大疆把它做到70到80毫米的话，这个感觉会好很多。但是反过来说，60毫米这个焦距大家应该是考虑过的，它有一些优点，最核心的优点是最近对焦距离。你看它超级离谱，它只有30厘米的对焦距离，这么近，你在自拍的时候可以像这样快速切换到3倍，这样你手里拿着的东西正好可以被展示完全，比如说一个蛋糕或者一杯饮料，都可以很好的展示，这很方便。那另外一点的好处就是你贴近拍的时候，它的背景虚化效果还是会变强的，同时景别也不会太近，所以你看像这种长焦贴近了拍出来的画面，这背景虚化还是挺美妙的，对吧？我相信能满足很多人对于长焦的期待。那除此之外，大疆选择这个焦段另外一个核心考量的点，应该是要对焦足够准确。像这种前后推拉的镜头呢，你能看到它的焦点也能跟得住，也不容易抽动。那除了这些使用上的体验，它的画质到底怎么样呢？这个长焦，我的结论就是看情况。就当你凑进去拍某个主体的话，它的解析力其实还挺不错的，能够看到很多的细节。但是假如你离得远一点，你会发现这个长焦镜头会明显比它的主摄要肉一点，就像细节被涂抹过一样。尤其是你进一步放大到6倍，那这种感觉呢会更明显一点，因为它本质上光学是3倍，增加了一个重新采样还有裁切，变成了6倍。
所以你可以理解成 Pocket 4P 它的画质非常非常接近于 iPhone 17 Pro 的长焦，但是这里我们要说但是了 ，Pocket 4P 它最强的地方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，它的动态范围，就是高光和暗部的保留能力，比手机的长焦要厉害得多得多。这一点我们必须得说，我们测下来，它的长焦大概能有13到14档动态范围，和手机长焦相比，你能够看到它能够明显保留住更多的高光信息，它这个表现还是挺超乎我们的预期的。可能唯一不足就是它暗部的细节拉的有一点多，噪点会多一些，尤其是在晚上拍的时候，因为它传感器没有主摄这么大，所以会比较明显的能看到一些噪点。我建议你在光线充足的时候再去用它这颗长焦镜头，效果会好很多。那录制规格方面 ，Pocket 4P 这个长焦支持 4K 60帧的 D-Log 视频，还有 4K 200帧的常规色彩的慢动作，所以综合还不错。果冻效应也有很多朋友关心，就是你这样晃的时候，它会不会扭曲画面？那答案就是 Pocket 4P 有一些效应，但是影响没有这么大。只要你不像我们这样甩得这么快，那平时你还是不太会见到这个明显的果冻效应的。所以这颗长焦镜头综合看下来怎么说呢？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拿它拍人还有别的物体，尤其靠近拍，那效果确实非常不错。但是如果你是个特别高的期待去看它的话，那它的画质是没有可更换镜头的相机要好，你心理上得有这个预期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也得说啊 ，Pocket 4P 这个主摄真的会让你对它的看法不太一样。甚至为了这个主摄，大疆还给它单独做了一条 D-Log 2的曲线。大疆别的专业设备都没有 D-Log 2，但是 Pocket 4P 居然有这个新的曲线。所以接下来的样片你可以看一下，用上了这条曲线的 Pocket 4P 的主摄，它居然有17档的动态范围。镜头方面 ，Pocket 4P 和 Pocket 4是一样的，都是等效20毫米 f2.0 的镜头。那主要还是这块1英寸的传感器发生了变化，它是一块 Low-Fic 传感器。那要解释什么是 Low-Fic， 一两句话可能不太解释得清楚，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传感器对于高光的承受能力非常夸张。所以正是因为这个传感器的不同，这条 D-Log 2的曲线在长焦镜头上是没有的，还有常规的 Pocket 4也没有，只有 Pocket 4P 的主摄能够使用它。那我们测试下来发现，它在 ISO 1600的时候动态范围是最好的，大概能够达到17档左右的动态范围。那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行业里面非常厉害的一些电影摄影机可能才能到这个动态范围。我并没有夸张的讲，动态范围不代表所有画质就是一切都好，但确确实实在保留高光和暗部细节之上，它的传感器很厉害。那实际拍样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像这种常规 D-Log 会过曝的场景，你换成 D-Log 2，瞬间高光细节，你看，啪的一下全都被保留下来了。而且有了这个曲线之后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大光比的场景之下，你可以随意增加1到2档曝光去拍，后期再拉回来一点，来获得一个超级干净的暗部。而且我自己现在甚至在用 Pocket 4P 主摄的时候，我就是 ISO 固定在800，然后再调整加1到1.3的 EV 值，然后自动曝光去拍它。绝大多数场景它是不会过曝，并且还有个非常干净的暗部表现。反正这是我目前觉得这条曲线使用起来最舒服的方法。但是有一个点你需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你不要被它的预览还原给吓到了。它目前显示的超级过曝，和尼康的相机一样，就我不清楚为什么大疆没有把这个功能做好，用起来超级难受。所以希望之后的固件能够稍微改善一下。那抛开动态范围，我们再来看这颗主摄，它其实清晰度和 Pocket 4是差不多的。在放大2倍的时候，你看它的画质，乍一看还没有 Pocket 4要好，这很奇怪，对吧？那大疆工程师说2倍的无损变焦，目前在这个传感器上还没有做好，也许晚一点的时候会通过固件更新把这个功能给补上。所以当前很搞笑，就是 Pocket 4它的无损变焦比 Pocket 4P 在主摄上做的是更好一点的。那看到这里，我相信你对 Pocket 4P 这两颗镜头还有画质都有个大概的了解了，对吧？但是它别的本身使用体验，它的续航还有追踪，还有能够配套使用的这个遥控器，你肯定也很好奇，对吧？那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续航还有发热情况。很多人担心多了一个摄像头会不会对它的续航有很大的影响。
毕竟它的电池容量是和 Pocket 4是一样的，都是1545毫安时。那我们测试下来发现，它确实会比 Pocket 4的续航少一些。日常拍摄一天的话，基本上是一块续航手柄刚刚好用到完全没电，所以你多带一个手柄或者一个充电宝会保险一点。它的充电速度还是很快的，基本上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充满。那发热我们也测试了，它和 Pocket 4差不多，我们测试过程之中都没有出现过热关机的情况。那你真的要说体验上区别比较大的地方，我觉得应该是长焦的这个智能跟随功能。虽然大多数情况它都能跟住人脸，而且还挺厉害的，动起来跑起来你看它都能跟得上，但是吧，由于它是一个长焦视角，它和广角的时候追踪很不同的点，在于拍摄一些比较小的物体的时候，你很难去精准的控制它的构图，所以主体呢会比较容易跑偏，云台转动呢也会有一丢丢的反应迟钝，然后一旦跟随的主体被前景遮挡了，它就会像这样抽一下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再优化一下它的算法，虽然已经做得挺厉害了。那配件方面，这次全能套装里面新增了一个带屏幕的遥控器，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还挺好的，可能比这个让我觉得更喜欢一点。它其实就是最新的 Osmo 手机稳定器上面那个可拆卸的屏幕，然后你把它拿下来，你就可以用来监看 Pocket 4P 或者 Pocket 4的画面，都可以监看。然后你可以通过遥感控制云台，双击屏幕可以跟踪，甚至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回放素材，而且它传输距离还有它的稳定性都挺超乎我们预期的。在最干净没有遮挡的环境之下，我们在100米开外都还能流畅的看到画面，所以这个东西你把它当成一个超级小件来用，还挺不错的。然后再加上这个迷你车拍减震臂，反正这个方案是我目前测到的最小型的，也是最方便的车拍方案。反正总的体验下来，我觉得 Pocket 4P 你买它多花的钱，其实就买在了一个画质还不错，有着自然背景虚化，同时还能近距离对焦的一个中焦视角，然后还有这个动态范围提升了很多的主摄镜头。别的东西和 Pocket 4真的一样，我不知道你觉得这笔钱花的值不值？反正我觉得对于专业一些的小型团队来说，也许还是划算的。至少像我们公司拍纪录片，我们的编导现在会让他配这么一个东西，这样可以多一个长焦的机位，而且不会带到嘉宾边上的摄影机，不会穿帮，所以还是有一定作用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大疆 Pocket 4P 的上手体验，稍微有点短，因为它和 Pocket 4真的还是挺像的，所以你可以去看看我们之前这期节目，也许会讲得更全面一点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也别忘了给点小心心，记得关注我们，也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们看一看。如果他想买的话，你会选择 4P 还是4呢？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巨凉、巨帅、巨防晒。如果有海外的朋友想购买我们的产品，我们现在支持全球发货，欢迎来看看。